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古装武侠怎能不看诚意？英雄志与李一桐携手上演宿命羁绊。我在苏州看剧有个习惯，不是那种一口气连追到天亮的选手。最近我刷到一段画面，是程毅骑在马上，人在画面里挺稳的，像把脚下的节奏也带得很顺。旁边弹幕也热闹得很，有人说这古装排到啥时候我先急起来，有人说今年代播那几部直接未播先火。你说这事儿是不是很真实？尤其是武侠剧，一旦角色选对，节奏到位，大家的期待就会自己常出来。今年古装确实多得有点让人挑花眼。待播剧里最让人停留的两部，分别是《莲花楼2》以及《英雄志》，前者是大家熟悉的江湖路子，后者更像是冲着江湖侠义十足，外加朝堂谋略这套口味去的。很多人冲着金庸武侠的精神底色来，就会对《英雄志》这种更硬核的架构抱有天然好感，不是那种流水线的热闹感，而是会让人忍不住想问一句：到底谁在守，谁在算，谁在付出？如果你喜欢金庸那一类的武侠气质，就会懂侠和义不是口号，它往往和选择绑在一起。英雄志被讨论的这么热，原因之一就是他把江湖的快意写得有棱角，同时把朝堂的棋局摆得明明白白。武侠不只是打得好看，更要让观众看见角色在利益、名分、良知之间怎么走。江湖侠义跟朝堂谋略放在一起，张力就会变得很强，强到你不自觉会想继续往下看。更细一点看，程毅在《英雄志》里饰演的卢云，被描述为能文能武，傲骨在身，也没忘本心。这个角色被拿捏到什么程度，从画面里就能感受到一点。动作戏讲究行云流水，不仅是拳脚漂亮，还要让每一次出手都像顺着人物性格来。武侠剧里最怕的就是打戏脱离角色，就像演员在展示体能，人物却站不住。可卢云这类设定更容易让动作戏和内心靠拢，特别是骑马的戏份。有不少观众就提到了他的稳定感，节奏没散，画面也不飘。说到骑马，很多人会用一句话概括：好不好看，差别就在稳。稳不是动作幅度大，而是身体和马匹的配合到位。骑在马上还能保持神态在线，尤其是在战斗或追逐的镜头里，人物不乱，人也不飘。对观众来说，这是很直观的观感。对演员来说，做起来并不轻松，但一旦做对，就会让人觉得这角色不是摆设，是能走进江湖的那种人。再看另一位关键人物李一桐，在《英雄志》中出演顾倩熙，大家对她的期待点也很明确：聪慧、独立，跟程毅的角色形成强烈互文。很多武侠剧喜欢用恋爱线拉扯观众情绪，但更吃香的其实是人和人之间的理解方式。顾倩熙这种设定，一旦她的表演落点在智慧和克制，就会让观众在情绪上更信服。因为这种聪明不是耍嘴皮子，而是能把复杂局面拆开，把人心看得更清楚。于是两人的同框就不只是颜值和配合，而是宿命感。宿命感不是玄学，是剧情结构让人觉得他们躲不开彼此的关联。你会看到他们在相处里有试探，有靠近，也有必须遵守的边界。这种张力在武侠题材里很关键，因为江湖从来不允许人轻松的爱与恨，它逼着角色做决定，逼着观众把心提起来看。还有一个点，讨论热度经常会被忽略，但对老武侠迷很重要：服装道具的还原度。素材里提到整部剧服装道具符合明朝史实，武侠剧首选。这个明朝史实4个字听起来像硬指标，但它影响的其实是观众的代入感。你会发现很多新古装的问题不在演员，
是整体质感不落地。衣料的纹理、配饰的规格、器物的使用习惯，一旦不对，镜头再美也会让人出戏。反过来说，一旦做到符合史实，哪怕剧情节奏快，观众也更愿意把自己放回那个年代的秩序里。另外，打戏也不含糊，武侠剧能不能站住，打戏是一半，另一半是打戏背后的意义。素材里提到市里的守护与抉择，上演真正的英雄。这句话本身就说明了创作重点，不只是挥刀砍得漂亮，还要让每一次交手都像一场选择的兑现。观众看动作，最终会回到人物身上，回到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英雄志被这么多喜欢金庸武侠的人惦记，不只是因为武侠剧本来就有市场，更重要的是，大家对江湖叙事的期待越来越具体。过去大家追武侠可能更多是快意和热血，但现在观众更在意逻辑是否自洽。比如江湖到底怎么和朝堂纠缠，角色的忠义怎么落到行为上，阴谋是不是只是为了刺激观众，而有没有人物动机的支撑。你看素材里强调朝堂谋略，这就意味着剧组要把棋盘摆出来，而不是只给刀光剑影。为了把这种热度讲得更落地，我也想补一个背景信息。现实里，武侠改编一直是观众讨论很密集的领域，大家一方面期待经典感，一方面又担心改编之后人物气质不对，尤其是涉及大型体系、人物关系复杂的题材时，改编难度更高。像原著氛围、江湖尺度、朝堂结构，稍微偏一点都会引起争议。所以当一部剧被反复提到明朝史实动作戏行云流水武侠首选，本质上就是在说他想把观众的关注点按对位置投放，而不是只做表面特效。还有个很现实的现象，为什么这种类型会未播先火？因为它满足了几类人群共同的口味。第一类是武侠迷，喜欢侠义和江湖秩序；第二类是演员粉，关注诚意、李一桐的具体呈现；第三类是追剧党，看到高热度就会想提前占位置。你会发现，话题标签和讨论点往往集中在演技、打戏、骑马、颜值飙戏，这些都不是空话，它们说明观众已经提前在脑子里对好看和值不值下了判断标准。就像我最近刷到的评论里，有人会反复提一句，角色直接被拿捏。拿捏这词很口语，但它对应的其实是表演的精准度。精准不是用力过猛，而是轻重分寸到位。武侠里有很多情绪需要藏着来，比如不想显露得很近，不肯示弱的底气，该退一步的克制。演员能把这些细节藏在眼神和停顿里，就会让观众觉得这个人就该这样活。而一旦观众有这种共鸣，讨论就会从单纯夸颜值转向夸角色。同时，这几年观众对正向价值的接受度也在上升。素材里强调坚守和真正的英雄，这种叙事方向在讨论区往往更容易形成一致。毕竟武侠的底色本来就离不开守护，守护可以是为家人，也可以是为百姓，可以是为江湖道义，也可以是为自己不肯放下的底线。只要剧里把守护和抉择连在一起，观众就会更愿意买账。你要是问我在苏州这样偏温柔的城市里，为什么大家还爱硬核武侠？我觉得是因为武侠能给情绪一个出口。日常里我们可能讲究礼数，很多事不方便直说，但在江湖里，选择可以直接，也可以被追问。江湖让人看到把不该让的让出去的后果，也让人看到把该守的守住的代价。那种代价不是血腥的爽，而是有重量的选择。说到代价，就更能理解为什么英雄志会被用掉打流水线古装剧这种更锋利的说法来形容。它不是单纯吐槽，而是观众对差异的敏感。所谓流水线的感觉，通常是节奏模板化，
人物关系简单化，动机不扎实。对喜欢深一点剧情的人来说，这种不扎实会从第一集开始就冒泡。而如果英雄志在服化道、人物设定、江湖朝堂结构上都尽量对其预期，那观众就会觉得他至少在认真。我也注意到，素材里把程毅和李一桐放在同一条讨论线上，这其实很会抓人。因为观众最怕的是一个人演得好，另一个人拖后腿。可一旦两人都被评价为双双演技在线，又出现动作戏、骑马、服装史实等多点支撑，讨论热度就会更稳。稳定的热度不是靠一两段花絮，而是靠观众的多维判断，人物、动作、质感、氛围都对得上。最后我想把话说得直一点，喜欢英雄志的，往往不是因为它热，而是因为它触碰到武侠迷真正关心的那几件事：江湖侠义怎么落地，朝堂谋略怎么推进，角色的傲骨和本心怎么通过选择表现出来，打戏和骑马这种硬要求怎么做到行云流水。你看，讨论从来不是只夸几个片段，而是夸这部剧在把标准摆出来。至于《莲花楼2》，它也被提到同样的待播热度，两部放在一起提，其实说明今年观众的胃口不只是古装好看，而是武侠要有筋骨。江湖的刀，朝堂的旗，人物的底线，在同一张画布上同时成立，才会让人从弹幕里把期待变成共识。苏州人说话慢，但追剧的心一点不慢。特别是当角色骑上马，眼里有傲骨的时候，谁都会多看两眼。